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蓝同学脑洞工坊，我是蓝胖。试想一下，有一天，当你推开房门的时候，却看到一具死去多年的干尸坐在沙发上，面朝电视机，而电视上却仍在播放着节目，你会有什么感想呢？是否会感到恐惧呢？而这样的事情却在英国真实的发生了。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离奇的死亡案件。2006年，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一名女子在近期被发现死在了自己的公寓中，而她的尸体在死后3年的时间里，竟然一直端坐在电视机前，看了整整3年的电视节目，从早到晚，从未中断。而这3年中，竟无一人发现这一特殊情况。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先从死者本人的情况聊起。死者呢是时年40岁的英国女子乔伊斯·文森特，居住在英国沃德格林地区一间由当地首都住房信托基金会所提供的公寓中。这个基金会是一个福利性质的基金会，主要是为那些支付不起租金的市民们提供一定额度的资金补助。而乔伊斯的房租一直是自己付一半，基金会付另一半。根据乔伊斯生前关系较好的几位朋友所述，乔伊斯性格孤僻，不爱与他人沟通，与家人的关系也很僵。而他不止一次地和自己的朋友提起过，在搬来这间公寓之前，他在自己的家中常常受到暴力对待，所以不得不出来自己找房子。而在确定搬进公寓后，乔伊斯立即与家人中断了一切的联系。而除了乔伊斯，这间公寓也被基金会用来收容其他的许多遭虐待者。而由于欠的房租越来越多，且房东无法通过任何方式联系到乔伊斯付款，因此房东只能通过报警的方式来处理此事。也因此，这一桩离奇的案件才能得以曝光。那么现场是怎么样的呢？当时，乔伊斯的房东配合警方一起强行打开了房门，然而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所有人都震惊了。房间里的电视机还开着，上面在不停地播放着节目，时不时呢还传来主持人的笑声。房间里的暖气也在正常的工作着，一切都似乎再正常不过了。然而，唯独有一点让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当时正对着电视机的是一张单人沙发，上面似乎还隐隐约约坐着一个人，正在津津有味地认真看电视。众人定睛一看，发现上面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已经死亡了3年的乔伊斯本人。而他的尸体由于高度腐烂，现在只剩下骨架，还端坐在沙发上。据法医判断呢，乔伊斯的死亡时间大概在2003年12月左右，具体的时间已经无法通过解剖等常规尸检手段判断，那死亡原因也同样无法通过解剖来判断了。警方同时也发现，在乔伊斯的死亡现场附近散落着很多包装完好的礼物。据推测，这些礼物是乔伊斯在圣诞节前为朋友们准备的圣诞礼物，但是并未来得及送出。那么问题来了，乔伊斯是为何死亡的呢？警方只能通过手头的线索来推测。根据乔伊斯生前的医疗记录，警方发现他一直患有哮喘病，需要长期服药以及定期看医生。而且就在死亡不久前，乔伊斯刚刚被发现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因此，由于缺少有效的法医尸检证据，警方只能推断乔伊斯是死于哮喘和溃疡所引起的并发症。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个疑问没有解答了：在乔伊斯死后的3年里，为何没有任何人发现异常呢？警方在查看了公寓周围环境和走访了乔伊斯的邻居朋友后，得到了答案。首先，乔伊斯的房间后面就是整栋公寓楼的垃圾箱，
只要稍稍开一点点窗户，就能立刻闻到刺鼻的垃圾腐烂味道。因此，即使乔伊斯的邻居证实他曾经真的闻到过异样的刺鼻气味，但是也并未放在心上，认为也许当时只是有人扔了很臭的垃圾放在了后面的垃圾箱里而已。此外，由于此公寓属于福利性质，常常有很多的瘾君子和小混混在深夜里进出，因此彻夜不睡觉的现象在这栋公寓里面真的很常见。有不少人曾发现乔伊斯的房间窗帘经常在深夜时还能映射出电视机的画面，也能听到声音，但是没有人对这一现象感到任何异常。那么为何乔伊斯在欠款了3年后才被房东追缴呢？对此，警方专门走访了乔伊斯使用的那家银行和福利机构。原来，乔伊斯家的电费和煤气费一直是从他的银行卡中按月自动扣取的。而在死亡前，由于申领了政府各种各样的补贴和福利基金，乔伊斯的银行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积蓄。此外，之前我们也提到过，乔伊斯租住的公寓会收到1半租金的福利补贴，因此他每个月也只需要自己支付一点点的租金。所以，即使在乔伊斯死亡后，由于他生前的积蓄和每个月政府按时发放的福利补贴，在死后的前2年内，乔伊斯并没有任何的欠款。而直到最后的这1年，他生前的那些积蓄终于被电费和煤气费所耗尽，于是才产生了欠款，被房东和银行追缴，之后才有了后面破门而入发现死亡真相的事。最后，乔伊斯·文森特的死一直没有一个定论，警方也只能推测他是死于之前患上的疾病。这一案件也被后人认为是一桩离奇恐怖的悬案而广为讨论。2011年，这一案件也被英国电影制片公司拍成了一部纪录片，名叫《生活的梦想》。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别忘了点赞、转发、评论和订阅。我是蓝胖，我们下期节目再见。